和男朋友分手了，坐在老公车里一点情绪都不敢有，也不敢哭出声。以前谈恋爱不敢告诉爸妈，现在谈恋爱不敢告诉老公，终其一生都是遗憾。虽然我和厉云婷是夫妻，但其实也只有在双方父母过生日时，他才会跟我一起回家吃饭。今天是我爸生日，厉云婷来接我的时候，我刚在电话里跟男朋友分手，但看见他后，我还是收起情绪。想到今天和他关系表现得太差，爸妈会担心，所以我主动跟他说了好几次话，想要缓和关系。可厉云婷要么装作没听见，要么敷衍应对，最后我没了耐心，干脆闭嘴。本来上车前男朋友打电话说要分手，我心情就不好，现在又遇上厉云婷这个态度，我更加的烦躁了。好几次情绪上来都差点哭出声，最后还是憋了回去。这时厉云婷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他外面的女朋友打过来的。厉云婷毫不避讳的直接点了接听。老公，我手受伤了，流了好多血，你能过来陪陪我吗？今天有事，你自己去医院。老公，我求你了，你不来我真的会死的。昨晚是我错了。在楼下等我。厉云婷，今天是我爸生日，你别太过分。先过去看看，来得及。以前他在外面乱搞我都忍了，至少没有闹到明面上，现在他是不打算给我留一丁点情面了。找个路口把我放下，我自己打车回去。厉云婷假装没听见，一脚油门直接飙到他女朋友家楼下。看见他女朋友手上都快要愈合的伤口时，我差点气笑了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我在家自己剪指甲受的伤都比他这个严重。但厉云婷还是把我丢在车里，陪他女朋友去药店买了创可贴。我看着他耐心给他女朋友包扎，然后当着我这个妻子的面腻歪。厉云婷是真的一点不在乎我。好了没？不好意思啊，沈姐姐，耽误你时间了。易总他担心我，一听说我受伤就过来了，你别怪他。显然他还不知道厉云婷接他电话时我偷听了。你知道我之前在厉总公司实习过，听同事说起过你。小姑娘看着年龄不大，应该是大学刚毕业不久，用的手段也幼稚可笑，跟厉云婷之前那几个比起来简直不够看。哦，没事，我好心提醒了他，他要是真担心你，今天就不会带着我过来了，带着老婆去见外面养的情人。这事只有厉云婷做得出来。上车后我问厉云婷，这小姑娘挺好的，年轻新鲜，怎么就要跟人家分了？太粘人了，而且她不要我的钱。正值青春的小女孩跟着一个有妇之夫，不要钱那就是要爱了。厉云婷很有钱，她对外面的那些女人也从不吝啬，在一起的时候要房给房，要车给车，唯独不给爱。不只对他们这样，她对我也是这样，所以刚才故意带我过去，是打算利用我甩了她。什么时候带我见见你外面那位？你不用瞒着我，我早就知道你外面有人，有空带出来喝杯茶，你知道我不会介意的。他确实不在意我在外面是不是有人，但我不敢让他知道，因为我养在外面那位是他最好的兄弟。我跟厉云婷从校服到婚纱，两家门当户对又是至交，我们曾经也是人人羡慕的恩爱夫妻。直到他养在外面的女人找上门，我才知道他出轨了。那一刻我觉得天都塌了，我跟他闹，逼着他跟外面的女人断了，厉云婷就真跟人断得干干净净，他还将人赶出了护城。可没几天他就在外面又找了新的，我继续闹，厉云婷又一个个送走，再一个个的重新找。沈念，我们在一起8年了，对彼此太过了解，甚至我碰你后你会是什么反应，声音有多大我都一清二楚。这样的日子挺没劲的，不如我们试试活得自由点，只要不离婚，我们谁也别干涉对方。我不接受他的提议，厉云婷也没多说什么，她依然跟之前一样，只是不再避讳着我了，甚至趁我不在的时候将人带回家。滚出去，滚了！沈念，你这个样子没有哪个男人会喜欢。他带着那个女人离开后，我才发现养了很多年的猫不见了。那个女人被厉云婷带回家时，被我的小猫抓伤了，于是他就将我的猫从楼上扔了出去。在楼下找到它时，小猫躺在血泊中，身体都已经僵硬了。厉云婷，那是我们一起养大的猫，它被那个女人从楼上扔下来了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我赔你一只。当晚他真就找了只一模一样的赔给我，但我没要。也是在那天晚上，我在酒吧遇见了厉云婷最好的兄弟季彦礼。季彦礼跟厉云婷完全不同，他低调内敛，是圈子里公认的高岭之花，报复心作祟。在目睹季彦礼拒绝13次搭讪后，我一口闷了杯中的酒，壮胆上前。季彦礼，好巧啊，和男朋友分手了，坐在老公车里一点情绪都不敢有，也不敢哭出声。以前谈恋爱不敢告诉爸妈，现在谈恋爱不敢告诉老公，终其一生都是遗憾。季彦礼跟厉云婷完全不同，他低调内敛，是圈子里公认的高岭之花，报复心作祟。在目睹季彦礼拒绝13次搭讪后，我一口闷了杯中的酒，壮胆上前。季彦礼，好巧啊，
那晚发生了什么我记不清，只知道第二天是在季燕里家别墅醒来的。我怎么在这儿？昨晚你赖上我了，然后呢？然后你就成功了。成功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，将就吃吧。以后打算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昨晚的事情你不需要负责吗？季燕里，你知道我有老公，那你昨晚还来招惹我，你跟厉云婷离婚吧，我不做小三。暂时离不了。不行，你做我男朋友吧。老公是老公，男朋友是男朋友，各算各的，行吗？季燕里讥笑了，他打开门请我离开。我以为我跟他就这样结束，没想到2个月后的一个晚上，我突然接到一则陌生来电。季燕里应该是喝醉了，声音有些沉哑。沈念，你为什么不愿意跟他离婚？因为这不仅是我跟他的婚姻，还牵扯到厉沈两家。那我怎么办？你先招惹我的，难道你不用对我负责吗？如果你接受我的提议，我会对你负责。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，我便一直没挂电话，等着他的回答。好，我接受。之后我们一起出国旅游，去林氏像普通情侣那样牵手看电影。季燕里很乖，几乎随叫随到，也没再提过让我离婚的事情。直到有次我出差途中出了车祸，我手机通讯录里给所有人的备注都是姓名，唯独给季燕里的备注是男朋友。有次他玩我手机的时候偷偷给自己改的，所以我出车祸后，警方根据这个备注直接联系到季燕里。在医院里需要家属签字，我迷迷糊糊间让他打给厉云婷。我爸妈年纪大了，不好让他们大晚上过来，但在醒来时，我在病房里第一眼看见的却是我妈。我妈担心地问了几句，等她离开后，我才问季燕里，怎么是我妈过来？给厉云婷打了很多电话，她都没接，没办法，我只能联系阿姨了。哦，我该想到的，厉云婷嫌我烦，是不会接我电话的。之前她出轨我闹得太厉害，所以这几年她接我电话的次数几乎为零。沈念，你跟厉云婷离婚吧。季燕里跟厉云婷养在外面的那些女人不同，她平时很乖，也很省心，几乎没怎么再提过让我离婚的话。怎么突然说这个？季燕里这才抬头朝我看来，我才发现她脸色苍白，眼下有淤青，眼睛很红，肯定是昨晚守了我一整夜。我不想继续当个见不得光的小三，我要光明正大的站在你身边。我怕下次再遇到这种事，我连在你家属栏签字的资格都没有，只能干着急一遍遍给你老公打电话。但是沈念，我们根本不是朋友，我也不想跟你做朋友。在商场上杀伐果断的男人，此刻站在我面前哭得难以自己。这次拒绝的话，我怎么也说不出口。但我也清楚，我和厉云婷之间是不可能那么轻易就离婚的。沈念，你想清楚，是跟我分手，还是跟厉云婷离婚？在你做出决定前，我不会再来打扰你。当天季燕里处理好我在医院的所有事宜，她替我找好了护工，安排好了我每天的饮食，连我无聊要看的书，她都替我放在床边。但那天之后，她真的再没有出现在我面前。拿着生日礼物和厉云婷回到家后，我妈难得的在厨房开始忙活。她平时很少下厨，也就我爸过生日才会。厉云婷在茶室跟我爸聊天，我在厨房给我妈帮忙。吃饭的时候，他们突然说起我和厉云婷读书时候的事情。那时候你跟云婷两人偷偷谈恋爱，我们两家父母都看出来了，就你们两人打死都不肯承认。我回想起那时候，不禁叹了口气，忽然觉得人生真是荒谬。读书的时候谈恋爱瞒着所有人，不敢告诉爸妈，现在谈恋爱又不敢告诉自己老公。人果然终其一生都在遗憾。想着想着，我自己都想笑了。在想什么呢？刚才饭桌还偷偷摸摸一个人笑。没想什么。妈，要是我跟厉云婷离婚的话，你跟我爸会反对吗？你跟云婷婚姻出了问题，这事儿我跟你爸其实早就看出来了。之前你没提离婚，我们也就不好多说什么。我跟你爸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只要你自己想好了，无论怎样，我们都会支持你，别委屈自己。眼睛突然开始发酸。如果我跟他离婚，两家利益就得分割，到时候爸的公司可能会有损失。没关系，那是你爸该担心的问题。你是他女儿，他愿意给你善后，念念想做什么就去做。话虽如此，我却依然下不了决心。晚上我和厉云婷离开我爸妈家，车刚出我爸妈小区，旁边路上就突然冲出一个人，还好厉云婷及时踩了刹车。我惊魂未定，抬头却发现拦车的人是白天那个小姑娘。厉云婷，要么你跟他离婚，要么我们就分手。在威胁我？我不是威胁。晚上我和厉云婷离开我爸妈家，车刚出我爸妈小区，旁边路上就突然冲出一个人，还好厉云婷及时踩了刹车。我惊魂未定，抬头却发现拦车的人是白天那个小姑娘。厉云婷，要么你跟他离婚，要么我们就分手。在威胁我？我不是威胁。看着小姑娘哭红的双眼，
我忽然想到了季艳里，那天我打电话给他，他也是这么说的，要么离婚，要么分手。他说，反正我也只当他是一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。厉云婷跟我不一样，她做事一向干净利落。要分手？好啊，分手费我会让助理转到你卡上。不，我不想分手。云婷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不要钱，我只要你。要是我没钱，你还会要我吗？你跟你前男友分手，不就是因为他穷吗？拿着钱滚，别再来烦我。哥，我错了，我不逼你离婚了，求你别不要我。滚！我是厉云婷的妻子，按理说她甩了小三，我该高兴的，但这一刻我的心却凉到了极点。厉云婷这人就是这样，对你好的时候什么情话都能说，就像当初她追我的时候，什么海誓山盟，信手拈来。我也曾幻想过跟她幸福相守一辈子，但爱对厉云婷来说根本就是不存在的。今天嘴上说爱你，明天她就会把爱说给别人，说白了就是自私。她谁都不爱，和这样的人过一辈子，想想都觉得可悲。厉云婷，我们离婚吧。你又闹什么？不是闹，我是认真的。总得有个理由，因为刚才那个女人。那倒不是，主要我养在外面的那位也闹着要我离婚，他说他想上位，不然就要跟我断了。那就断了呗，重新再找一个。不行，我帮你找。厉云婷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挺喜欢他的，不想断，所以我们离婚。沈念，你别这么幼稚，外面的玩玩就得了。厉云婷点了支烟，我不喜欢烟味，他知道却不会顾及我的感受。你知道我们离婚会牵扯多少利益？历审的公司都得动荡一次，往小了说都得至少损失几个亿。沈念他跟你闹，你给点钱解决掉不就行了吗？如果你不会处理这种事情，我不介意帮你处理。不用，他不缺钱，而且是我舍不得他。你动心了？我们俩财产分割是很麻烦，但总要走这一步的。你忙的话，我去联系律师处理。拟好文件你看了再提出问题，怎么样？你养在外面的是谁？这跟你没关系，当初是你说各玩各的，互不干涉，我自己打车回去。文件拟好了，我再联系你。我刚走下车，季艳里就急匆匆地向我跑来。刚才短信里说的是真的？这时厉云婷愤怒地拦住了我们的去路。别告诉我，你养在外面的人是我兄弟。是谁重要吗？走吧。重要，我可没去找你闺蜜。厉云婷，你没找我闺蜜，并不是因为你是个多么正直的人，是我闺蜜根本看不上你。让开！我特么当你是最好的兄弟，你居然在背地里搞我老婆！要不是你老婆，你以为你能攀上我，能从我这里拿走生意？要不是因为沈念，你以为我愿意跟你做兄弟吗？这话不止厉云婷听了沉默，我也沉默了。季艳里的维护来得太突然，也太猛烈。你刚才说那话什么意思？字面上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咱俩以前认识。咱俩初中做了3年同学，高中我也在附中读的。婚宴我仔细回忆了一下，但记忆里的学生时期，季艳里好像并没有出现过。沈念，什么时候离婚？明天我会让律师去处理财产问题，然后再找厉云婷谈。确定了吗？是的。如果厉云婷不同意离婚怎么办？她会同意的。沈念，我接受的教育不允许我插足别人的婚姻。回国后听说你结婚了，其实一开始我没想过要去打扰你，可是后来我亲眼看见你的丈夫出轨，看见你一个人哭，我当时心都碎了。我看不上厉云婷的做派，朋友将她介绍给我的时候，我本想拒绝，但想到他是你老公，我又莫名其妙答应跟他合作。后来看见你一个人在酒吧买醉，我几次都想上去跟你说话，让你跟他离婚，别再伤害自己了。可我又有什么立场呢？我们连朋友都不是，在你心里，我可能只是你老公的合作伙伴，仅此而已。没想到你自己居然主动来找我了，你都不知道那一刻我有多高兴。其实那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发生，我骗你的，我只是怕你一走了之之后，我们又变成2个完全无关的陌生人。你说你不愿意离婚，让我当你男朋友那天，你走后我一个人哭了好久，我觉得你在羞辱我。哭完我就告诉自己，既然你不愿意离婚，那我们就彻底断了吧。可喝了酒，我脑子里就全是你，我扇了自己一巴掌，让自己别再想你了。但我忍不住，最后我还是给你打了电话，说我愿意当小三。我站在原地任由季艳里抱着，听他哽咽着跟我倾诉，心里忽然堵得难受，又一抽抽的疼。沈念，我不顾纲常，我没了自尊，我什么都没了，我只有你了。季艳里又哭了。沈念，
你别骗我，别欺负我。之后几天，厉云婷主动找过我几次，我知道她来的目的，所以都回绝了。直到律师整理好资料，我才带着文件亲自去公司找她。你谁啊？没看见外面写着总裁办公室几个大字吗？你当这里是菜市场啊？想进就进。原来是厉云婷新招的小助理，难怪急着甩了那个小姑娘，看来是又有了新欢。有钱姐姐，不好意思，他是新来的，不认识您。怕谁呀？为什么直接让他进厉总办公室？怕什么？谁不知道厉总跟他老婆感情破裂？难道厉总还会因为他责怪我吗？我笑了笑，心里想着反正都要跟厉云婷离婚了，没必要去跟他计较什么。这段时间我找过你好几次，你都说没时间，现在怎么有空过来了？他语气热络，好像我们真的只是普通夫妻。签字吧。厉总，你的咖啡。你以前挺喜欢喝这个，尝尝看还是那个味道吗？厉总，这是人家特意给你准备的。不用了，就几句话我说完就走。现在可以麻烦你出去吗？我跟你们厉总有点事情要说。小助理年轻貌美，没眼色，没情商，能当上总裁助理，不用想也知道靠的是什么。让你出去，没听见吗？他平时不这样的挺有能力，我才会留在身边。不知道今天脑子抽什么风，大概是把我当成了假想敌。你不喜欢？我等会儿让人事把他处理了。不用，我喜不喜欢不重要，反正咱们也要离婚了。这份是财产分割的文件，你有不满意的地方可以提出来。婚后你购置的房产都给你了，你爸妈送我的那几套小别墅，我已经让人办理好了，过户都算你的。和男朋友分手了，坐在老公车里一点情绪都不敢有，也不敢哭出声。以前谈恋爱不敢告诉爸妈，现在谈恋爱不敢告诉老公，终其一生都是遗憾。婚后你购置的房产都给你了，你爸妈送我的那几套小别墅，我已经让人办理好了，过户都算你的。一定要离婚吗？是的。但我不想离婚，沈念，我们没必要走到这一步。怎么没必要？厉云婷，我已经忍了你很多年了，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在发现你出轨时第一时间离婚。厉云婷可能以为我还只是像以前一样在跟他闹，等着他妥协，于是他问我，是因为刚才那个小助理，我马上让人事开除他，行吗？说完他已经接通内线，交代人事开除小助理。见我还是看着他不说话，厉云婷又问，还是因为之前那个小姑娘？那个我已经跟她彻底断了，你没必要因为她跟我闹。不是因为任何人，我只是单纯不想跟你再纠缠下去，仅此而已。沈念，你放屁！不是因为任何人，你不就是因为季夜里那个畜生才想跟我离婚？沈念，你爱上他了，你怎么能爱上他？谁允许你爱他的？别跟我发疯，既然你不想签字，那咱们就走司法程序。出来的时候没看到司机，我打电话给他，司机说他老婆马上要生了，一个劲的给我道歉。没事，注意安全，今晚好好陪你老婆吧。我自己打车回去。我刚挂断电话，季燕里的车就停在我面前。因为是吃蟹的季节，季燕里带着我去了饭店，我们点了一份清蒸蟹。季燕里的手很好看，剥蟹肉的动作行云流水，十分赏心悦目。我没忍住多看了几眼。吃吧。谢谢。其实我可以自己来。吃饭时被季燕里一直盯着，有点受不了，我必须找点话题。你说你之前是附中的，我怎么没印象？不止我没印象，那天回去后我问了好几个同学，大家都说没什么印象。只在附中读了高一之后就被家里送出国了。难怪。吃完饭他将我送到家，要进去坐坐吗？我问他，季燕里轻笑着，你知道你这话对成年男女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等你离婚了，你让我搬过来住都行，现在就算了。沈念，你们俩为什么在一起？我住的这处房产，厉云婷从没来过，想不通她今天为什么突然过来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沈念，今天特么的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我在你家门口等了你整整1天，结果你竟然跟别的男人出去。跟厉云婷结婚这么多年，之前结婚纪念日她从来不在乎，看着她现在在我面前这副跳脚模样，我恍然，原来以前我跟她闹的时候样子这么丑陋啊。还好现在我已经不在乎她了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的话就请离开。你跟我把话说清楚。厉先生，说话就说话，别动手动脚的。这是我老婆，你管不着。季燕里睨着她，神态淡然。没事，很快就不是了。你还是人吗？厉云婷准备动手的时候被我拦住。厉云婷，如果你今晚不想去警局过夜的话，就请马上离开。毕竟我们两家是世交，闹大了谁都不好看。最后
我还是只叫了保安来将他拖出去。我回头看向季艳里，他低垂着眉眼，神色黯然，像只受了天大委屈的无助小狗，全然没了刚才面对厉云婷时的无畏和淡然。怎么了？刚才他说你是他老婆，一句话就将我击得溃不成军。什么时候我才能像他那样理直气壮地告诉那些觊觎你的男人，你是我的老婆？快了，厉云婷不肯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所以周末我挑了个时间去拜访他爸妈。爸妈，他在外面有人这事你们也知道，如果他一直不同意离婚的话，我就只能走司法程序了，到时候大家脸上都不好看，所以我才来找你们劝劝他。刚说完，厉云婷突然从楼上冲下来，她撕碎了我带来的文件。我说了我不会离婚，沈念，你想跟我离婚，然后跟季艳离过，你休想！沈念，你是在报复我吗？你成功了行不行？我输了，沈念。他情绪很不稳定，冲上来抓住我的手腕。我爱你，我离不开你。你跟季艳里断了，我以后也安分的守着你，行吗？不行，叔叔阿姨，麻烦你们好好劝一下他。如果不行，下周一我这边就会将材料交去法院。是厉云婷，对不起，你在先，你放心，我会让他签字的。沈念，我错了，行吗？我知道错了，你给我个机会好吗？之前我给过你很多机会，厉云婷，你记得有次你跟人开房，他把你们的照片发给我，我去找你，结果被你推倒那次吗？那时候我刚知道自己怀孕，我想告诉你，但还没来得及说，孩子就没了。我摔倒后跟你说过我很痛，让你别走，但你那天头都没回一下。厉云婷瞳孔猛缩了一下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他没再来拦我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厉母一巴掌扇在厉云婷脸上。厉云婷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，跟你爸年轻的时候一个模样。他父母一直很想抱孙子，可惜孩子被厉云婷亲手杀死了。从小区出来的时候，碰见了玩得挺好的高中同学沈念，真是巧，前几天听以前的同学说你在打听季艳里的事情。听说他之前也是附中的，但我没什么印象，就找几个老同学问问。你忘了，高一的时候他就坐在你后面的位置啊。